我不喜欢海岛，讨厌屋里潮湿的气味，惧怕离开大陆的不踏实感。在沙滩上晒太阳，好无聊。直到我遇到塔希里。背上行囊，飞过5000英里，在太平洋中心的一个小点上开始新的一天。走出房门的第1个小时，我发现水至清则无鱼这句老话好像也不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大溪地是外面世界通往法属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大门，群岛中的老大。虽然有火山，有瀑布，有环礁，但比不上附近其他小岛的水清沙白。游客们大多数在这里短暂停住，然后去往更新奇的岛屿。而作为群岛的经济中心，其他岛上的年轻人会来到这里接受更高等的教育，体验城市生活，或者通过这里出走到欧洲，去到更远的远方。因为这里是交通航运枢纽，大溪地的物价比其他岛便宜。但我跟便当君无心购物，我们好像突然乱入了动森的世界，马上就要乘船出海，去探索附近的岛屿。半个多小时的颠簸和一根吞拿鱼法棍过后，我们在莫利亚岛登陆。虽然官方语言是法语，但大多数原住民仍然会使用大溪地语，听起来和夏威夷语非常的相近。原来波利尼西亚大三角区域的所有岛屿都有相同的祖先和相似的文化，彼此能听懂对方的语言。看到酒店房间里的这幅画，我才了解到法国画家高更在离开梵高之后不久来到大溪地定居，而毛姆笔下《月亮与六便士》这部小说主角的原型居然是高更。桃心型的莫利亚岛似乎特别受到大自然的眷顾，远古的火山口今天是郁郁葱葱的峡谷，旱季的信风让四周海面格外平静。每年8月，大量鲸鱼会来到被山峰隔开的2个海湾里生产繁殖。我好想在那个季节回到这里。大航海时代，欧洲几国的探险家先后找到这些岛屿，之后英国传教士和法国远征军纷纷到来，这里最终成为了法国大洋洲殖民地。好在太平洋群岛独特的文化仍然存在，比如说草裙舞。一段草裙舞不仅是娱乐，而是一段叙述，可能是在追忆历史，讲述传说，向神灵祈福，或是赞美某一位伟大的酋长。在这与世隔绝的小岛上，眼前是无垠的太平洋，抬头是浩瀚的银河，身体中对自然本能的知觉似乎被唤醒。天地之大，我们之渺小，然而如此渺小的人类，竟然祖祖辈辈前仆后继踏上星辰大海的征程，是多么的不可思议。今天会是被阳光暴击的一天。莫利亚岛地理条件绝佳，爬山、潜水、冲浪、滑翔是户外运动的天堂。由环礁围绕形成的西湖，海水之清澈之梦幻，令以前看到的所有海黯然失色。出发去浮潜的船上，活力四射的阿里船长唱起这首法语民谣。法国游客们情绪激昂地跟着大合唱，而另外一半人虽然一头雾水，但也跟着摇头晃脑。
水性不好，那也没关系，甚至都不用下潜，浅水处就能看到黑鳍鲨和 stingray 在阳光折射下优雅地翩然而至，又拂袖而去。Two turtle on the right side, at the bottom. One here, one over here. 海龟先生每十几分钟会闪个脸，冒出水面透个气，在这里做海龟也太幸福了吧！像这样果冻一样的海水，即使是旱鸭子也忍不住要到海里扑腾一下。温和的信风，温柔的浪，浮力超大的海水，让我这样的水下一条虫也能轻松地在珊瑚花园里遨游一阵子。哇哦，发现了一条小魔鬼鱼呢！回程中碰到了一对正在进行结婚30周年旅行的夫妇，问他们婚姻幸福的秘诀是什么。太太想了一阵说，是要对彼此有耐心。换下泳衣，跨上沙滩车，我们好幸运，能过上一天上午下海，下午进山的生活。环岛公路风景绝美，即使只是开车兜风也很满足。沙滩车向导小哥也在阿里，带我们来到一处小溪，然后开始呼唤他的女朋友。Come on, Sophie! 几分钟后 Yeah, Sophie, Susie, Natalie, Lady Gaga. 这几个姐妹儿绝对是我见过的最大的鳗鱼，但据说她们只是中型。小哥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告诉我说，这里捕食鳗鱼违法哦。继续往山里开，气候越来越变幻莫测，山路也越加蜿蜒崎岖。这一段路的外号是回形针，名副其实的山路18弯。开着开着，小哥会停下来给我们摘各种果子，菠萝蜜、soursop、木瓜、菠萝。超级感谢大峡谷的馈赠。学农出身的阿丽带我们去了自家从爷爷辈开始种植的果园。Thank you, Grandpa. Then you have a 4 generation. My grandpa, my papa, me, and my son. Sometimes you can running here, huh? A lot of horses because my grandpa has horses also. You can hiking with my grandpa. My grandpa has 92. My horses love eat the the pineapple just half. Huh? 上午的船长和下午的领队，两个人都是活力满满又非常幽默的人。也许每天越山向海、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很难心情不好吧。动如脱兔的一天结束以后，我决定过一个静如止水的夜晚，看看晚霞，看看山，看看海，看看云，喝杯鸡尾酒，再看看鲨鱼。就这样，在大洋洲度过了4月的最后一天。莫利亚岛是出乎意外的美好，可惜在今天的朝阳中就要和他说再见了。短暂的回到大溪地之后，我要飞向此城最期待的一个岛。
在那里，我真的过上了想象中的动森5星岛屿的生活。大溪地最璀璨的明珠 Bora Bora， 在那里见喽。